我都拿着模型去跟他讲的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了，他还是不同意，你说怎么办？他现在求生欲弱也是能理解的，再想想办法看怎么劝吧。所以不就是问你有什么办法吗？哎，吉祥物这边。哦，小心啊，烫啊！谢谢小峰主任。你不知道这世界上有个东西叫托盘吗？托盘远啊，我低估了这个传热的速度啊。小峰主任吃这么素啊？我这里有海鲜，正合你的口味。人家什么口味你都知道。你什么口味我也知道啊，天天吃那么甜，早晚牙都蛀光了。我也爱吃海鲜。小气。干嘛？坊间都流传方医生对待病人如亲人般体贴，春风化雨。是这样的，有一个病人二尖瓣脱垂，就是情侣两人一起出车祸的。啊，我听护士说了，怎么了？现在我们遇到一个麻烦，就是那个女孩，她死活都不肯做手术。我好说歹说，软的硬的都用了，他油盐不进，而且我再一说，他就哭了。你肯定直来直去的，没准还凶人家了。当然没有方医生那么会说话了，所以，我们就想请你帮帮忙，去沟通沟通，做一回知心大姐姐。确实啊，女孩子之间或许比较好说话。成交。哎，林主任，你这个也太抠门了吧？这可是我一整天的余粮了。也是，奖金都被扣光了，再这么下去，可能还得倒找医院点钱。方医生人美心善，说什么都对。继续保持啊。哎，对了，我上回见着方教授了，你跟他长太像了，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你瞎说什么呀？从小人都说我长像我爸。怎么可能？就你们俩的眼睛，平时都是圆溜溜的，笑起来都是弯弯的。还有那脸型叫什么来着？哎，叫什么？哎，反正我也记不起来了。骨相清奇，一般人里面很少见的。比如，完蛋了！我小侄子还嘱咐我要去买小卖部的虎皮小蛋糕呢，再不去就买不着了。这交给你了啊，这包收牙。那我也先走了，你慢慢吃，我想下次再说吧。他一直这样吗？是呀，骆主任说他是广泛脑部损伤，挺严重的。唉，其实就已经是植物人了。蔷薇是每天都来看他吗？是呀，他每次呢都是第一个到，妆化的漂漂亮亮的，给他未婚夫擦脸擦身上，拉着他的手说话。他们感情应该挺好的吧？那能不好吗？他们差点都结婚了呀！而且你知道吗？为了给建波付医药费啊，他毫不犹豫把婚房折价卖了。而且听说两个人攒了很多年才攒够的首付。对，我听建波的妈妈说过，他们两个人一起攒钱，但是房子卖掉之后，他把所有的房款全都给了建波的爸妈。所以啊，建波爸妈因为车祸的事儿，本来对他是有点埋怨的，后来呢也被他感动了。车祸为什么埋怨他？具体的呢我也不知道，两个人一起上的车，一个重伤，一个什么事也没有，家属难免会有点迁怒的吧。
我帮你。来，这儿。你是？我是心脏中心的医生，我姓方。医生你好。你好，我专门来看看他。啊。你是要去探视吧？别着急，我去拿个轮椅，我推你过去。啊，也好，催费了，我去交一下费。那就麻烦你了啊。不客气。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中专毕业以后，我就去一家美容美发店当学徒，学美甲。那时候店里面除了我和我师傅，没有别的女孩。其他的美发师都会开我们的玩笑，除了建波，他一跟我讲话就脸红。你们从中专毕业就认识，那到现在很多年了。7年了。从我们在一起的第1年开始，他就把工资和奖金交给我保管，说要攒钱买房子。其实，在遇见他之前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成家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自打是个小不点儿，就被扔在火车站了，会被送去福利院。园长妈妈给我取名叫蔷薇，就是因为衣服上印着蔷薇花。别的小孩都被领走了，我这样有先天性心脏病的，肯定不会有人要。所以能遇见建波，就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。那后来你们怎么出车祸的？大巴司机疲劳驾驶，我和建波就是想趁着年前出去玩一玩。媳妇儿，你把安全带给系上了？不用了吧？快系上，要不我给你系啊。不用系了。这个坏了，这样你坐我这个，快，听话。来，给我媳妇儿系上。说如果我们没有换座位，那现在那建波他会不会？不说了，不说了，我们马上就见到建波了。调整一下情绪好吗？建波，我跟你说，今天早上有2只小麻雀跑到我的窗台上，一直在那叽叽喳喳、叽叽喳喳的叫。他们就是在跟我说建波想你了，你快去看建波。这老天爷怎么就可着一个人坑呢？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开口，怎么劝啊！现在说什么都显得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如果事情是这样，那反而简单了。周主任一个电话就搞定了。什么意思？周主任，你人缘那么好，给神外打个电话，让他们跟我们打配合，就跟他说他未婚夫有可能醒过来，这样他不就有继续活下去的希望了吗？但这样跟病人撒谎不合适啊。救命的谎言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？不然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他殉情吗？人最怕的就是绝望，对他来说，死刑和无期徒刑是有根本区别的。
周主任怎么想？我不同意。为什么？对病人家属撒谎是违反医德规范的。又来了，条款大过天。那医德规范还让我们一切为病人着想呢？就是为了蔷薇着想，才不应该给他虚假的希望。即便他因此答应了手术，那要是他未婚夫病情反复恶化了呢？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会对他造成多大的2次伤害？对呀，那都是以后的事儿，眼前就是怎么救他的命。眼前固然重要，但是长远的考虑更加重要。人都没了，还长远考虑什么呀？不能一味的只是。主任，门诊吧。蔷薇的命一定要救，但我们还能在一起想想办法。你可千万别再冲动了。怎么办？喂，林主任，蔷薇急性左心衰。我马上来。怎么了？怕什么来什么。我要我抢救车，林主任。来。吹20毫克速尿，1支西地蓝。20毫克速尿，1支西地蓝。再泵3个多巴胺。3个多巴胺。暂时算是缓过来了，但这样下去不行啊，主任，发作频率越来越高。你在这儿盯着。方医生，来，放好他。那个神外的主任姓骆是吧？对。哎，你现在就要去啊？不然还选个黄道吉日啊？那我给建波妈妈联系一下。这不好吧？这属于欺骗家属吧？我们刚才和病人家属沟通过了，建波的父母对他们儿子的情况很清楚，他们也是希望蔷薇能够做手术的。是吗？对，只要您肯帮这个忙，手术交给我，您放心，这种手术我做过无数次。这不是我不帮你啊，不出事还好，出了事啊，有惹不尽的麻烦。再说了，谁能保证每个手术他能100%顺利呢？蔷薇这2天急性左心衰频繁发作，情况越来越危险了。医生就应该治病救人，现在只需要您帮忙说一个善意的谎言，就可以挽救一条生命。您为什么就不肯呢？难道你要眼睁睁地看着蔷薇就这么一点点恶化吗？我说转醒的希望渺茫，我都已经很婉转了。他脑损伤那么严重，怎么可能醒呢？完全没有希望了都。骆锤，刚才是我态度不对，对不起。您是我们的前辈，接手的病人一定比我们多得多。我想大家的心是一样的，但凡有一点希望，都不应该放弃。蔷薇她还有大好的前程，求求你帮我们这个忙吧。医者父母心嘛。蔷薇从小被父母遗弃，好不容易遇到一个真心相爱的人，还出了这种意外。如果真像您刚才说的，建波没有希望了，那我们更要竭尽全力的去救蔷薇。只要手术做好，她后续可以恢复得很好的。
就在于您一句话。您这份情谊，我们一定会记在心上的。求您帮帮忙吧。我下午还有个手术，手术结束以后，我去你们那一趟吧。几点啊？下班之前吧，都答应你们了，还几点？谢谢您。我刚刚手心一直捏着把汗，万一骆主任提出要和江主任商量，或者要向上级申请，那一级一级可就麻烦了。本来就是特简单的事儿，如果他反过来求我，我二话不说就答应。干什么？是谁前2天画风突变说要微笑服务的？怎么今天还是这么莽撞？我试过了，但这画风改起来太难了。我就是好奇，你之前在西丽医院的时候没有跨科室合作过吗？你当然有了。那你态度都这么横的？有理走遍天下，医生就是治病救人，不管什么其他有的没的。你这么沟通，人家还能配合你？不用我沟通，我跟曹老师说，曹老师跟人家说，人家就同意了。难怪了，难怪你的情商始终保持在及格线下，特别稳定。但其他方面分数高啊，对不对？还行吧。慢点。真的吗？他真的有可能好起来吗？是这样，医学上的事儿嘛，本来也没那么绝对。既然现在病情逐渐变化，理论来说，有可能变坏，也有可能会变得更好，这谁也说不准。这都要看他的造化了。只能说，可能会有这个希望吧。主任说他会好起来的。你先不要激动啊，我刚才说的是可能啊，只是可能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好。所以说，薇薇啊，咱得听医生的话，把手术做了啊，咱们就可以跟建波一起回家，一起出院了。听话，快。我的主意是不是太残忍了？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。只有这样，他才会同意做手术。反正该提醒的我都提醒了，希望后边一切顺利吧。谢谢骆主任。没事，手术好好做，我先走了。骆主任，你到底还是对他撒了谎。刚刚蔷薇又急救进你也有份。也是为他着急。你们会后悔的。只要病人平安，我从来不后悔。小冯主任，我知道我们这样做欠考虑，但救人要紧啊！只要蔷薇做完手术，情况稳定了，我一定会跟他道歉的。松手。小冯主任，骆主任刚才来过，你知道吗？他说，建波会好起来的。啊，
陆主任怎么说的呀？他说建波有希望，建波有可能会好。他说的是有可能是吧？对啊，有可能就是好事啊，所以我一定要打起精神来，我每天都要去看建波，我要跟他讲话，我也要一天比一天好，这样他就能一天比一天好，他很快就会好起来，对吧？我们当然希望建波能早点好起来。所以我决定了，我要做手术。太好了，那你好好休息。谢谢主任。哎，你来坐呀。啊。是这样，医学上的事儿嘛，本来也没那么绝对。既然现在病情逐渐变化，理论来说，有可能变坏，也有可能会变得更好，这都要看他的造化了。只能说，可能会有这个希望吧。小峰主任，你现在有空吗？我有事儿想问问你。当然，坐。我听说我这个二尖瓣脱垂有一种手术，不用开刀，叫什么二尖瓣前夹术。对，你能跟我说一下吗？行，它是一个介入手术。从大腿这儿放一根细导丝一路到你的心脏，再用一个特制的前夹器把你的半叶给夹起来。不需要全身麻醉？对，不需要。恢复期大概多久？一般来说，2到3天。2到3天？那有这个谁还要做大手术啊？二尖瓣前夹术在国内开展的时间还不算长，目前来说是针对老年人还有手术高危患者。你这么年轻是不适合这个手术的。但是，这个只要2到3天，我恢复好了就可以去陪建波，等他醒过来，我们不就……蔷薇，你认真听我说，这个手术对年轻患者临床数据是严重不足的。对你来说，外科手术才是你最佳的手术方案。我听明白了。你就是说，外科手术更成熟，这个手术更冒险。那建波都这样了，我冒点险无所谓的。不是蔷薇，这跟冒不冒险没有关系，你得考虑到一个手术的远期效果。我会好好考虑的，谢谢小峰主任。病人主动提出来的，是，可以考虑啊。你年初的时候不是还发表了一篇关于 MetroClip 的论文吗？是，但是蔷薇这么年轻，我还是建议她接受外科手术的。我明白现在是临床证据不足，但是小峰啊，
如果我们要是全部按照指南去走，那么任何一项新技术都不会被突破、被采用的。你没看到其他医院已经有过类似的案例了吗？最关键是，现在病人有这么强烈的主观愿望，我们就要抓住这个机会，重新证明咱们东丽心内那有实力呀。咱们也不要因为燕总这一次挫折就畏首畏尾了。你呀，不用担心，技术要进步，科室要发展，你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都不是坏事啊。到时候这个事儿，我跟院里去申请。白老师，能不能给我点时间，我再跟病人好好商量一下？您先别跟院里说。行。白老师啊，我申请10家青年医师，里面有一项科主任评语，您看什么时候帮我填一下？评语到时候你自己写一下，回头我一看，您1000个字就行了。明白，谢谢白老师。以上为昨日新入院8号床杨桂兰的情况，现为进一步进行手术治疗，收入我科。一般状况尚好，夜间病情稳定，暂未做特殊处理。另外，6号床的蔷薇，昨日应该做胸腔性术前准备，但是他本人的意愿是说要考虑考虑。他考虑什么？他没细说。他什么时候说的？你怎么不告诉我呀？没来得及。另外就是，不好意思，我插一句啊，我们心内科讨论下来呢，认为蔷薇可以尝试做 MitraClip 2间半前夹术。但是考虑到他的家庭情况呢比较特殊，未婚夫呢还在咱们医院的 ICU 昏迷着，基本上是植物人了。这2个人同时住院，还把房子卖了，所以呢我就争取到了器械厂家的一些援助，可以免除相关的器械耗材的费用，减轻他的经济负担。这个病人只有28岁，这么年轻就给他做姑息性而非根治性的治疗，不符合指南。而且院长，蔷薇一直是我的病人。崔院长，您刚才您说的呢，其实我们已经考虑到了。但是这个病人是先天性的2间半脱垂，从小就被遗弃，在福利院长大的。你说好不容易结婚了，还出了车祸，小姑娘的身世真是太凄惨了。我听说之前是强烈的抗拒外科手术啊，我们真是出于人道主义去考虑的。最终结果呢，还是要根据病人的意愿来决定。你们跟病人和他的家属沟通了吗？小峰，你说说看。病人有来向我咨询过，我也说明清楚外科手术跟 MitraClip 的利弊，但因为他未婚夫的关系，病人表达了对介入治疗的强烈倾向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那就跟病人要做深入的沟通，一定要把利弊风险都给他讲清楚。无论他做什么样的决定，我们2个科室要注意好好配合。不是院长，没问题。哟，不好意思啊，刘医生，把你给打断了，你继续啊。最后一个病人，16床的老爷子，缩窄性心包炎，可能要给他做个手术。谁？花。哦，手术谁做？我来做，要进行缩窄心包的剥脱与切除。岁数大了，基础病一堆，手术起来风险还是挺大的。但是已经到医院了，咱也不能不管啊。行，那他的手术费用我们包社工部走流程，另外咱们心脏中心也分担一部分。那个花儿也不知道他叫什么，多大岁数了，从哪儿来的。反正当时他在路边心梗了，路人打的120送到这儿来的，白主任给他装了一个支架，但是术后一直处在瘫痪状态，且这里不是很清楚。身上没有证件之类的吗？没有，全身上下除了衣物和鞋，也就兜里有点钱。这么大岁数了，这病那病的，福利院也不敢收啊，就一直在我们医院里面。我之前好像没见过他。他之前肠梗阻在普外住着呢，肾内他都住过，这才刚转回来。
人找他吗？厦门医院网的一个公安局还有民政部门的网站，给他发了好几次寻人启事，但你看2年多了，也没有人来找他，所以他可能是孤老，或者在家里人不要他了。他在说什么呢？他在喊花儿，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意思，反正他经常念叨花儿，所以大家就都这么叫他。你没什么想解释的吗？蔷薇的情况最适合的是外科手术，你比谁都清楚，不然也不会转诊到我这儿。我没有主张 MitraClip， 是蔷薇她自己态度坚决。她自己？燕辉的事情才过去多久，你们就不能长点记性吗？这是2回事，林主任。与其你来这儿批判我，倒不如你们赶紧出去想想办法，怎么让蔷薇改变主意。我现在还怎么改变？哎，咱先别着急。之前蔷薇一直拒绝手术，现在至少愿意接受治疗了，这就是进展。至于最终到底要什么方案，我们还可以再商量。所以当时在会上我就没有提出反对的意见，给病人不同的治疗方案考虑，我同意，但绝不能有人背后撺掇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提供给他治疗方案的时候，没有功夫给我打个电话吗？一开始是你说的，怕给他带来虚假的希望，现在你又提供给他明显这么有风险的手术方案，这会儿就不怕给他虚假希望了？我再说一次啊，我当时建议他也是首选外科手术。至于为什么我告诉他 MitraClip 的利弊，那也是身为一个医生跟一个病人的客观论述而已。对，你就客观的跟他说，选择微创手术，不用全身麻醉，没有痛苦，伤口很小，谁不动心？而且你们那个白主任还偷偷摸摸的申请了减免费用，做事能不能敞亮一点儿？这做人做事有个明暗界限，你一旦越过了这个界限，以后伤害的是你自己啊。我就不承认了，怎么样？我是组长，我怎么跟病人沟通，决定怎么样的手术方案，我需要你的批准吗？做组长也不能有私心。林主任，你这话重了，咱们对事儿不对人。我发现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你次次都跟他站一伙的？人家做手术升职加薪，你图什么？那么喜欢跟着他，你去内科呀？做医生讲良心的，良心都丢了，还做什么医生？小峰主任就不是那样的人，不然上次燕总做他为危险的闭嘴！有人问你意见吗？你们 GICU 都没事干了是吧？行。怎么了这是？谁欺负我们小然了？没有。林主任，林主任，今天感觉怎么样？好多了，胸闷没那么难受。那挺好，坐。听说你要做微创？嗯。关于2尖瓣前夹术，它虽然是个微创，但这个手术还不成熟，术后的恢复。林主任，我知道。小峰主任把隐患
危险都告诉我了。这个方案创伤小，恢复快。我要照顾建波，谢谢你，林主任。我知道你们都是为我好。行，既然你都想好了，就好好调理，以好的状态迎接手术。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找我，找周主任。还是把疗程吃完吧。您现在这个狭窄的程度，还可以再观察一下。如果到时候还是感觉特别不舒服，我们再考虑装支架。好，好，好。嗯，谢谢周主任。下午没了，刚刚是最后一个。主任，食堂走一个。行。不小心多打了1份，不然你帮我吃了吧。这么大一锅，又不是小点心，怎么就不小心多打了1份？而且就只有这1份。我特地买给你吃的，我记得上次你喜欢吃。谢谢。抱歉啊，上午是我态度不好，你别忘记。哎呀，我都忘了。你也吃。你那篇论文我看过了，你说 microclip 就算预后不好，也能弥补。我年初刚发的论文你就看过了。作为一个合格的粉丝，最新鲜的物料怎么能错过呢？但我听说咱们院之前没做过，你有多大把握啊？我之前参加过专业培训，跟业内专家也做过几次，还跟白主任做过2次，都是成功的。但光靠我一个也不够，反正这事儿你别管了，又不是你的病人。我也是医生，好吧？所以你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呀，别一天天的，搞得比院长还忙。我是说真的，医院里面人事复杂，你刚来东地，年资又低，要学会明哲保身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你生日那天，你妈妈过后很后悔，她说不该对你口不择言，说那样的话。口不择言的话，通常是真话。不是，是气话。人都有脾气上头、话赶话的时候。而且，你们如果像咱俩这样天天见面，这样的芥蒂很容易就解开了。行了，这是我跟他之间的问题，跟你没关系。什么都跟我没关系，什么都不让我管，总是爱我一推三丈远。我之前确实会迁怒于你。我承认，但是现在想想，其实没有什么必要。你是你，他是他，我们是同事，也可以是朋友。还有呢？还是什么呀？快吃饭。有这
这么好吃吗？好吃啊，你尝尝。有一份儿，这几床的？背面写着呢。这运几回了？你要是都收了的话，照这个进展速度，名车豪宅不远了。对呀，我就想不明白，凭我的名气跟技术，还有这身白大褂，怎么就不能让家属心安呢？你别着急啊，每个病人出去的时候，我都会跟他们讲，你的红包已经退到账户上了，下次不要再这么做了，规矩慢慢就立起来了。我看不见得吧。从我跟着我老师做医生到现在，一次都没收过，但家属该送还不照样送。这就说明啊，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有另一套规矩，而且威力更大。他今天心情不好，不知道谁欺负他了。